果不出二位兄台所料，我稍微用了一些手段，曹氏族长以及都市会的那红袍、绿袍、蓝袍3个所谓的都市，就都招供了。还得请刺史细细道来。那个族长，日子过得很是落魄。半个月前，曹孝找到了他。族长，今日我是来求你的。仲达花甲葬的日子将近，你要是求我通融，那就免开尊口罢。几百年的规矩了，迫不得。不是因为我爹的事，那是何事？用得着你这平日里见了长辈都不打招呼的三小姐来求我？您是知道的，我家有很多产业，但是人手不够，真的忙不过来。城西有间旺铺，一直租给外姓人，这钱自然也就给外姓人赚走了，真是可惜。您正值壮年，人品端正，人脉又广，这店铺要是到您手里，那不得日进斗金？我可租不起。谁说让您租了？这间店铺我就赠与族长。什么？你赚了钱，要交2成给贵方。这份产业将来可以传于子孙，但子孙经营也要交2成利。我这条件够苛刻吧？这我不是赚了你家大便宜了？我们同姓曹，是一家人。我在贵方上借的钱还没有到期呀，阿孝啊，不会提前让我还吧？你借过钱吗？没有吧？是这样的，前2天贵方失了火，把账本烧了，没了账本，过去的账我也就记不清了。掌柜的提醒我说，您借的钱快到期了，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儿，这不就找您求证来了。这无功不受禄啊！平时您对我家最是关照，去年贵方生意不好，向您借了这2块金饼，到现在才还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今日请您来，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，这利息该怎么算？我何时借过你家金饼啊？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您这么照顾晚辈生意，要不这利息就算了。那就算了。是，我在你家贵方上借钱，期限早过了。感谢仲达一直没来催债。今天你既然来了，阿孝既然来了，就是要和长辈把这件事了结了。是啊，自古欠债还钱，我认账，请再宽限我10日。1日都不行。你欺人太甚了吧你！这不就了结了？长辈，喝茶。三小姐，我以茶代酒。这是供词，4个人都画了押。这曹孝啊，小小年纪，好有手段呢。那4个人都得了好处，便由族长提议，3位都市附和，于端午之日定下新规，就是为了给曹仲达打造免死金牌。由此推断，多宝的死与曹仲达、曹孝脱不了干系。在想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曹孝所是否受益于曹仲达？若你我并非捕贼官，你心中所愿是什么？我希望曹仲达一无所知，是曹孝自作主张。哎呀，这案子看似简单，却又不那么简单。这多宝的身世，
曹孝是否知情，曹公又知道多少，你我不得而知，所以不能操之过急，妄下结论。是啊。哎，我记得那个卖苏珊的店主叫何可可，走，去他店里看看。君子所见略同。来，二位请用。不知二位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尝尝今日苏珊的味道。昨日夜宴，吃到这美食，回去后还唇齿留香，想吃这一口，想了一整天。能做这苏珊呢，沙州就你这一家店铺吧？是的，仅此一家。那这苏珊昨日可曾给曹家送过？没有啊，送倒是没送过，不过小郎君来买过。我怎么不知道？老板，当时您不是去千德堂了吗？您好，来2个苏珊，再走。小郎君来了，我家老板说了，不收小郎君的钱。那可不行，不收钱我就不买了。这，我也为难。你不必为难，就多撒几粒葡萄干给我吧。这样你家老板问起来，你就说虽然收了钱，但也关照了我。没问题。买了2份苏珊，你没记错吧？错不了，是2份。二位，我多一句嘴啊。今日我去给曹公拜寿，却见曹府被封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既知是多嘴，就别问了。何老板，好好做生意，这苏珊真是好吃，也许1000年后它会成为我华夏大地上人人都爱吃的美食。哎，再去给我做6份，我带走。好嘞。苏珊，给老夫的。啊，今日天气炎热，给您消消暑。哎呦，我这阶下囚还有如此待遇。曹公，这里是您宴请宾客的千德堂，是您的地儿，只不过让您在这儿单独住几日，何来阶下囚之说？一个本就该归西的花家老人，又何须用这种话安慰？您请。哎呦，苏珊是好东西啊，容易化，那老夫就得抓紧吃。这是我儿最爱吃的苏珊，这一碗能给他送过去吗？我知道夺宝现在就在千德堂，可门口的捕手不让我见他。念你是个母亲，我带你去。儿啊，都怪娘鬼迷心窍，贪图富贵，把你养在曹家，才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。你觉得曹家谁最恨多宝？曹荣夫妇，那对凶手。若是再有呢？曹孝。他对你很是尊重，甚至不肯多说一句你的坏话。你怎么说是他？
也怪我贪心，见那曹家窟庄严宏伟，想让丁茂也成为供养人。曹仲达当时就答应了，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曹孝好像就对我跟从前不一样了。我总觉得他一直都在盯着我。那日，丁茂得知曹仲达的遗嘱，把我约到他的房间里去。多跑5成，你1成，曹家的万千家产，马上就有6成是咱们的了。这12年，咱们没白等。谁？虽然我没有看清偷听人是谁，但我想，一定是曹笑。那丫头鬼得很，表面上尊重我，又跟多宝亲近，实际上，处处都在提防着我们娘俩。我不吃素山，不喜欢。去年吃过1次，后来闹了肚子，娘就不再让我吃了。哦，姐姐，你吃吧，待会儿素山坏了就不好吃了。赛赛真懂事。其实素山是我阿舅最喜欢吃的，他还把素山的制作方法记载到了他的红皮书里。那你阿舅在家里和谁最好啊？我呀，还有小姨。不过小姨最近好像跟他闹了别扭，我看到了好多次，小姨都在背地里瞪他，可凶的样子了。哎呦，这都快化了！你这小郎君也太坏了吧！我大老远跑来给你送苏珊，你还说我坏？哎呀，你生气啦？小郎君呐，你不懂，这个坏，它不一定是真的坏的意思。就像信凡那老东西，他追我的时候，我经常骂他坏。你害羞了？那你一定是喜欢我喽。你带我走吧，姐姐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可不想死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带我走吧。放肆！我来问你，在这个家中，谁对多宝最好，谁对多宝最不好？最好的是他娘，最不好的是我爹。你说曹公曹仲达对多宝不好？当然了，比对我们3姐妹差远了。特别是他不想做生意，老说自己要成为什么牙人，气得我爹差点没打死他。站住！我不。哎，别打了，爹！你给我闪开，丁茂！曹公，求你息怒，你下这么重的手，会把小郎君打死的。才管教我儿子，你闪开，闪开！求你了。当时我觉得，能做爹的女儿，我很有福气。说实话，爹把家产分给我1成，其实已经挺好的了。我如果不贪心的话，这些够我吃喝一辈子。怎么不吃了？凉，再好吃也不能贪。对。我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先生可否解惑？说。既已抓到凶手，又为何要我全家人都住到千德堂来？我女赛赛年幼，却被强行和母亲分开，这是谁出的主意啊？我夫李炽只是一时糊涂，便未真的行凶。州府又是按大唐哪条律法将他下狱的？还有，
还不肯吃？我喜欢吃多加葡萄干的，而这种普通的苏珊，吃起来有何味道？多加葡萄干。昨晚多宝就是带了2份这样的苏珊回家，其中1份是给我的。阿弟最懂我的口味，那份苏珊，我吃得格外香甜。谁啊？三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三姐，给三姐送苏珊来了。谁稀罕啊？拿走。三姐最近总是凶我，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？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葬了，你心里难过，多宝心里也难过的。可人总要看开些，往远处看。快吃苏珊吧，都放了葡萄干的，我知道你爱吃。我吃1个不够，要吃2个。啊？哦，那就都给三姐留下。你快吃哦，别放化了。多宝是个好孩子，可他……你在长安当过大官，探过无数诡案，多宝的身世，你应该已经查明了吧？此系家丑，我就不重复了。我买通了族长及家族都市会成员，准备好了毒药，就是想在端午之日毒杀多宝，换我爹不死。所以，我追上多宝，跟他说我根本吃不了2份苏珊，刚刚是开玩笑的。故而，你们查到樊松龄掐死多宝后，我立刻抢回多宝尸体入殓，赶紧下葬，就是不想让你们继续查下去。这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，有悖曹家家教，我已经无脸见我爹，处我极刑吧。这苏珊真是好东西。哎呀，老夫就希望这苏珊能让来的游客都记住，再来沙洲。只有商旅繁荣，沙洲富庶，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。可惜呀，老夫的大限已到，看不到了。哎，曹公，家族都是会对你已无约束，何谈大限？人算不如天算。老夫费尽心机才夺过花甲藏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狄公的弟子来沙洲了。行了，能让老夫在谦德堂认罪，很给我面子了。认罪？是。老夫贪生惧死，为了苟活，毒害多宝，实属罪大恶极，有悖人伦，无颜再见家人，更无颜再见沙洲百姓。求即死，望成全。曹公与曹孝同时认罪，而在曹孝的房间搜出红锦乌头。可曹公没有毒药啊！谁说他没有？
多宝所中之毒是乌头的一种，俗称红脖子。啊？你惊讶吗？老夫自己投的毒，我当然知道是什么。曹公，我们已经在曹笑的房里搜出此剧毒，搜出了剧毒就是他投的。我告诉你，笑笑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他跟多宝的关系最好，他不可能去投毒。笑笑仁爱、孝顺、聪明过人、尤善经商。她虽然是个女孩子，却是我曹家后代中的佼佼者，更是大唐的未来与希望。我还知道你的恩师狄公，断案如神，可是他更爱子民。你要是怀疑笑笑，那就是对你恩师的不敬。你等着。来，让开，我看看。真的是红脖子，二人都说是凶手，莫不是合谋？不会。你讲，若是二人合谋，定会提前商量，下毒之后，当立刻销毁证据，不会让我们找到这2包毒药。若不是合谋，那到底谁是凶手啊？我看不如这样吧，觉得是曹公的站这边，认为是曹笑的站那边。这主意不错。哎，你们俩快选边啊！我并未想好。我也没想好。嗨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先说说各自的道理。喜君，你先来。曹笑有毒药，杀人的动机、时间也都对得上。我们在他的房里也找到了作为苏珊装饰的植物，可见他的供词不虚。喜君冷静，考虑的甚是周全。我就不这样想。一进沙洲城，我观曹公是个善人，便欲结交。从昨日夜宴到今日多宝之死，曹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那都是慈父、大善人的做派，毫无半点可疑之处。所以，我怀疑曹公。啊？别啊呀！咱们这是诡异之案，所以必须得往反了想。你看啊，那3个都市刚到曹家之际，那曹公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花甲葬的规矩已经变了，装得多像啊！为什么说是装的？你看曹笑小年纪，他得花多少金银去疏通关系，我就不信曹公完全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凡是我老费一眼就认定的好人，到最后往往都……反正我觉得是曹仲达。老费凭直觉推断，也并不无道理。徒儿，你为什么觉得是曹公？多宝作为家中独子，却并不得曹公疼爱，甚至比不上他的3个姐姐。而且从小不学无术的曹荣都觉得，自己父亲对自己比对多宝要好，所以我就怀疑，从一开始，曹公就知道多宝并非亲生。在遗嘱中说，分多宝5成家产也是假象，因为他知道多宝会在端午遇害，而凶手就是他自己。哎呀，严师出高徒，这薛环分析的也头头是道。樱桃，该你了。
曹孝小年纪就接下了贵方的生意，可见曹仲达对他的信任。曹家三小姐最为孝顺，沙州百姓有口皆碑。自从丁茂作为第10个供养人被划入曹家窟后，他就一直跟踪叶来，应该早已确认多宝并非曹家血脉。为了让父亲逃避花甲葬，杀人动机着实充分。樱桃分析的也很有道理。若论嫌疑，曹孝确实最大。曹孝生母患头疾，需红景乌头入药，曹公有此药，也不能证明什么。最关键的是，曹多宝死于昨夜亥时，那时我们夜宴正欢，他没有作案时间呀。对呀，没有下毒的时间呐。我老费直觉再好也不算数。看来曹公是想替女儿顶罪，那就还算是个好人。哎，对了，咱们何不以此为由，再探曹公？张皇怎么没来呀？老夫求速死就那么难吗？把红脖子还给我，让我自行了断。曹公，我敬佩你的为人，但人命关天，不得有半点马虎。昨日夜宴通宵达旦，而曹多宝死于亥时，你根本没有时间下毒。老夫中间没有离席。您确实离过席，但时间甚短，只够去一趟茅厕的。这点功夫，您不足以回到府上下了毒，又返回来陪我们喝酒。为了证明，我刚才试过了。你们可知道，谦德堂的后院隔一条街就是我家？当然知道，不过走起来得绕路，所以没有那么快。是吗？那尔等得快跑，老夫在自家庭院等你们。踏魂托啊？是什么？来不及解释了，赶紧追吧！刚才说他什么？踏魂托。我们当时审樊松龄的时候，他说过，他最擅长跳魂托舞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曹公，您已经花甲之年，这身手还这么敏捷。老夫年轻的时候和多宝一样，不喜欢做生意，更无心继承家业。父亲追着打我，我索性逃出家门，游历四方。那几年，我曾长江戏水，终南寻仙，快活极了。直至有一年在东都，见到了一个魂托班子，他们人人善跳魂托舞，更有一老汉，他头顶着百尺高杆，杆上系着5根长弦，刻在舞女童持戟操歌于弦上，舞破阵乐。还有一个奇女子，顺着10张叠床叠榻而上，一尺半空，手足齐举，筋斗盘旋，如履平地。您说的不会是当年名震四方的司徒大班吧？正是，大班主姓司徒，叠床绝技的女子是他女儿。
也是老夫一生的挚爱。就这样，我跟着他们从东都到长安，又从长安到范阳，整整3年呢。后来因为思乡，再赶上老父亲花甲之年，才回了沙州。这3年，踏魂托的绝技虽然我只学了些皮毛，但是从千德堂到自家的院子往返，老夫还是能做到的。当晚老夫离席，说是如厕，其实就是从后窗借着竹竿飞称回到了自家的院落。爹，宝儿，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三姐送苏珊了，您回来的正好。这份苏珊是留给您的，里面多加了葡萄干。爹，您别生气，这可不是我从何老板店里要的，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。明天是您的寿日，这个苏珊算我给您拜寿。啊，宝儿啊，爹在乾德堂吃过了，上了年纪，怕寒不敢多吃。这个留着自己吃，啊。是，爹。谢谢爹。我知道多宝无辜，可丁卯和叶来的那些龌龊之事，还想谋取我的家产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行了，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，请你们禀告张刺史，给我来个痛快的。我家笑笑虽然买通了都市会，更改了花甲葬的规矩，可他没偷渡，他没罪，对吧？我们家的曹荣，那就是个傻丫头，虽受樊松龄挑唆，但她绝不可能参与杀人。况且老夫下毒在先，多宝也并不是被他们掐死的。尽管他们有过错，那也是老夫教导无方，不是？求求你们，从轻发落，好吗？费神医，老夫还得求求你。这李赤啊，寒门出身，苦读10年才得功名，入赘曹家。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儿，整天呼来唤去的，临了给他们全家1成家产，确实是曹某欠妥，借着酒劲儿想谋害老夫，这都能理解。更重要的，没酿成大患，不是？看在老夫的面子上，帮忙去求求刺史，就别追究李赤的罪责了。重大花甲之年，酿下大错，还求列祖列宗原谅。凭着踏魂托的功底，这曹公花甲之年居然还能撑杆飞跃，这绝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回头我也得学学，能保命不是？这个绝技给我们添了大麻烦，
曹公本来没有作案时间，现在好了，他这是铁了心要把罪揽在自己身上。唉，此案难了。哎，你是不信曹仲达下毒？人性固然是复杂，但我更倾向于是曹笑作案。若非曹仲达，那他怎么知道史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，而不是水呀、茶呀之类的别的东西？我原本吧，也不怀疑曹公，可是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苏珊。仅凭这一点，也不能证明下毒的就是曹公啊。我看啊，他是想替曹笑顶罪的可能性更大。明知如此，可你我也束手无策呀。你我不是本州官员，来沙州做客，曹公盛情款待，现在他却成了杀人凶手。既然他一心认罪，不如我们做个顺水人情。何意啊？哎呀，我已认罪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太晚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们出去。下毒者已招供，你就不用替他顶罪了。走吧，这里并非牢房，谁也不能关押无罪之人啊。回家去吧，曹家偌大的家业，将来就都靠你了。我都说了，毒是我下的。曹笑，这可是掉脑袋的罪，你小小年纪逞什么强？你以为你是在尽孝吗？让曹公亲眼看着你替他去死，他老人家又岂能苟活于世？爹，爹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。怎么？难道是你父女二人合谋？我爹根本不知道多宝的身世，当时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你说什么？糊涂！打小我教你怎么读书，怎么做人，怎么做生意，你都学了些什么？我曹仲达的孩子要杀人行凶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可这件事情我……听着，这件事是让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好做你的生意，以后嫁个好人家，过平淡的日子。你可得记住了，这一辈子一定要多做善事。父亲至善，可我实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来与丁某阴谋得逞，我更不忍心看到我爹奔赴花甲藏，于是暗下决心，自己完成一切。可到了最后，谁啊？三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给三姐送苏珊来了。谁稀罕啊？拿走。三姐最近总是凶我，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？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藏了，你心里难过，多宝心里也难过的。可人总要看开些，往远处看。快吃苏珊吧，都放了葡萄干的，我知道你爱吃。也就是说，你并未下毒。
我爹，可若不是我，他老人家不会有此动议。我爹若是死罪，那我也要陪他共赴黄泉。谁告诉你下毒的是曹公？不是我爹，那是谁？曹笑呀，曹笑，你自作聪明，自以为是。你以为你是在替你爹顶罪，却险些让真凶逍遥法外。无法乱，斧头案，马鸣萧萧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。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。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。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信仰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？明